阿雪，你来都来了，这吞香莲是很严重的事情。哎呀，我说了，我没吞啊。那古人吞金自杀那会死人呐。香莲丢哪个犄角旮旯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哎，我不看。来都来了。哎，二位，你们看什么病啊？啊，你好，医生，他把项链吞了。啊？没有，医生，就是我做了一个梦嘛，梦里我把项链给吞了，然后醒来以后项链找不到，他非说我把项链给吞了。他真吞了？我没吞，真吞了，我真没吞，你真吞了，我真没吞，吞了，我怎么可能吞呢？二位，跟我来吧。你觉得连体婴分离术，按照这个方案走可以吗？我先看完了。嗯。进。就大概什么？请进。哎，你好，医生。哎，你好，云哥这个，这位男士说这位女士做梦的时候不小心误吞了项链啊。先坐。哦，来。哎呀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我怎么可能吞项链？哎呀，吞没吞，你再问问医生嘛。项链多大呀？哦。哎，这么大。啊，这么大呀？没什么事儿，过2天就排出来了，回去吧。不是，你这医生怎么这样呢？不开药又不看片子的，你要耽误病情怎么办？哎，您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我们苏主任一向是体谅患者的，有些检查能审则审，审一点是一点。我不要省，我要看病。你们要这样的话，我投诉你们啊！投诉什么投诉啊？那医生说了没事儿，回家吧。来都来了啊！说说具体情况。哎，我都说了，我就是做了一个梦，一个特别可怕的梦。我梦见有个东西在疯狂地追我，然后我就疯狂地跑啊跑，他就追啊追，然后他打我，他把我推倒，他挠我，把我项链啪抓下来，啪塞我嘴巴里了。那个是咱们的定情信物啊！东东，阿雪，找不着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有了。可是医生，我就是做梦，我没吞。你之前有过类似的经历吗？没有。你再好好想想，之前有没有误吞过别的什么东西？没有。医生，你为什么会这么问？睡梦中吞咽，一般发生在幼儿身上，在成人身上很少见。如果不查明误吞原因，我们无法确定病症。张主任，吞个项链算病吗？我怀疑这不是他第一次梦中吞咽。没有啊。小周，带他去拍个片子。好的，这边请。来，男士留下。坐。哦，阿雪你自己去啊。嗯。哦。你在隐瞒什么？我没隐瞒。报警！别，你为什么报警啊？我有理由怀疑你在患者身上下了迷药，在患者不清醒的状态下做出一些异常举动。苏云，报警！别报警！那你说实话。这次吃的是项链，下次很可能就吃别的。如果是真玻璃化学剂，这责任你担得起吗？医生，你们千万别报警，阿雪她什么都不知道的。其实，他是狼人。什么？狼人？这要是让大家都知道了，那我就失去他了。他是狼人？是啊，狼人。这是梦实症，
你是不是看到过患者半夜起来吃东西？啊，泰勒·斯威夫特，梅梅，她有梦失症，总是喜欢半夜起来吃东西。他也是狼人啊？大哥，这世上哪儿来的狼人呀？有狼人，你看啊，拍下来了。你看，是这样，这是我跟阿雪一起住的第1个晚上。晚上我听了点声音，我以为小偷来了呢，我就赶紧跑到厨房，发现冰箱门开着，有人蹲在地上。你们猜怎么着？他在吃生肉，生肉啊！我第2天我就旁敲侧击地问他，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决定我要替他保守这个秘密。后来我在网上查了，说他有狼人血统。你都知道是狼人了，为什么不跑啊？我爱他呀！我已经做了结扎手术了。我想了，只要我们不生出小狼人，他就不会被别人发现的。大庆祝。因为爱情，后来我就每天买一块新鲜的肉放在冰箱里。为什么不煮熟？熟？你见过狼吃熟肉吗？那他有没有一些生理异常，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减肥什么的？哦，阿雪一直在减肥，家里的吃的她都给扔了。那就对了。孟时珍喜欢一切高热量的食物，冰淇淋、巧克力酱等等。那是因为减肥期间他没有东西可以吃，所以只能吃生肉。那这么说，阿雪她不是狼人。孟时珍于1991年正式被确认疾病，全球约有0.5%到1.5%的人患有这种病。数据不准确啊，应该是100万分之一。孟时珍目前没有更有效的治疗方式，建议去看心理门诊。进，兵哥、郑哥，复读点评传过来了。看见了吗？就这么大，我都说了，过2天就能排出来，问题不大。怎么样，还都做吗？但是你没有看出来阿雪有梦时症啊？梦时症。宝宝不哭，宝宝不哭啊！医生说咱们只要不减肥，把那个项链排出来就行了啊。可是我会梦游，我还会吃东西，我有病啊！你是有病，但是医生说可以去看心理医生啊！泰勒，大明星，他也有这个病，美女才得这个病的啊！你是大美女，大美女，哎呦，抱大美女啊！咱们走啊！咱们不减肥了，谢谢医生啊！走，大美女，哎呀，走。活久见，我再也不羡慕有女朋友的人。今天碰上一个孟时珍的患者，月姐，他们2个人一会儿说吃项链了，一会儿说没吃项链，2个人腻腻歪歪的。我真的，苏云，我觉得你对待病人应该更认真一些。听说你在急诊科的作风是尽快打发病人去别的科室，甚至让他们早点回家。你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。每一种病都有原因，追溯原因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。请问我造成危害了吗？严肃点。项链会自己排出来，对吧？所以我的处理方式并没有问题啊。是你看出患者得了梦时症，然后呢，还不是让他去了心理门诊？去了心理门诊有用吗？未必。所以结果并没有改变呀。月姐，劝他俩。不管。并不是，患者的压力来自于减肥，只要停止减肥，症状就能缓解。你让一个女孩子停止减肥，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，连常人都做不到。我没有减肥，你最近在生酮饮食，但我没发现呀。我单纯爱吃肉。那你倒是吃点碳水啊！我跟你说过，不吃碳水人是会变傻的。身为医生，你应该用更准确的词汇。不吃碳水容易导致低血糖，低血糖会导致脑细胞供血不足，损伤无法修复，从而导致反应迟钝、记忆力下降，是不是变傻？我没有变傻。你问一个喝多的人，你喝多了吗？他永远会说自己没喝多，这不是一个道理吗？你俩别吵。
我们还是继续讨论连体婴分离术的手术方案吧。你有新方案了？这是连体婴目前的数据。NICU 调整了喂养配方后，妹妹的体重依旧不到3斤，而姐姐的情况较好，与另一连体心包相连，左半肝互容外，其余未发现任何异常。而妹妹与另一连体心包相贴，左半肝互容外，还查出了先天性的心脏病。不过幸运的是，这对姐妹都有各自的内脏系统，我们做了评估，有分离条件，只是手术非常复杂。最佳手术时机是什么时候啊？等妹妹体重到达3斤，如果到时候她的心功能还能坚持，到4斤是最好的。连体婴的脏器是否都是独立的？是否存在隐蔽的代谢共存？脏器都是独立的，是否存在隐蔽的代谢共存，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初步的手术方案已经有了吗？分离手术目前是郑医生和我2位主刀，而心外负责心脏，郑医生负责肝脏，再由整形科对他们胸腹进行膈肌成型、腹部缺损修复以及脐部重新定位。由于连体婴面对面体位的特殊性，一位活动明显时会引起另一位的哭闹不安，再加上相连的血管是相同的，所以整台手术对麻醉的挑战最大。我们还需要经验丰富的手术室护士长，确保1台手术变成2台手术，一个连体变成2个婴儿的过程中，所有的工作万无一失。那就这样，等妹妹的体重达到2公斤以上，再开始进行分离手术。这段时间你们就负责挑人和准备设备，好吗？好。好，散会。这个手术除了我们2位，还需要另外2名主刀。你有人选了吗？这里是120急救中心，需要什么帮助？我们是海城钢铁厂，有工友从楼梯上掉下来，受了重伤，还有好多工友在呕吐，都昏迷好几个了，需要大量的救护车，大量的救护车。其实我的爱好跟你很相似，我也喜欢看电影、旅游。你好，您的牛排。谢谢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接个电话。知道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急事，下次再约。集体中毒，大概有多少患者？具体数字不详，保守估计20-30人。云哥，这还是我第一次遇见群体事件，别说我还有点小紧张。知道急诊的意义是什么吗？和死神抢人。有一名工人从货车上坠落，10分钟之内救护车到达。召集各科主任过来这里现场办公，把能找的护工全部找来，5分钟后回来集合。好。意外是这个世界上人类最不可抵抗的东西，但是起码人类有急诊科。院长，服务员。
我只来了1辆车呀。什么情况？他从4米高处落了下来，被钢筋贯穿了。通知机动 B 超出现，送疏解靠快。是。通知家属了吗？通知了，半个小时能到，让工厂负责人签字。病情危重，准备手术。知道了。厂长李帅跟我来。 连上线连抽土，准备大量美男。我们需要建立基本通道，250毫克10%的葡萄糖，外加140毫克美兰，全速静点，同时用高锰3钾洗胃。主任，来。美兰在急诊科有常规用药存货，这么多出去肯定不够，那怎么办？陈哥，美兰。通知院长，需要大量的美兰，实在不行去别的医院调，快去。收到。什么情况？拍呀！ 红细胞什么时候能到？还有20分钟。打电话催。好。第2手术室急需红细胞。符文钢筋。是。我去，郑医生，病人这边状况不好了，来看一下。什么情况？血氧50、20，心率40，血氧饱和度查不到。 07车需要美兰，快！静脉通道无法接理。郑医生，静脉通道无法接理，这个也是，静脉动脉都不行。这人怎么办？放松，放松，往这边吐。医生马上就来了。深呼吸，深呼吸。肾静脉栓塞包，准备上动。是。林渊、苏玉，你们过来一下。我现在有个新的想法，你想要肌肉针，可以试试。林渊，帮我一下。好。取屏幕，头地足高位，脚抬高20度，体提高静脉压，使静脉充盈。这是为了保证静脉内的气压为大气压，这样穿刺时就不会发生空气栓塞的危险。有软体的。好。 大家看好了，把其他患者摆成这个体位，脚高头低，快！让一下。穿刺点在锁骨下中3等区。对，锁骨下，也就是锁骨中线的外侧，远离锁骨下任意区域，仔细观察。 老师，除血白体位时间一共45秒。这点滴配美兰。好。大家在输液的时候开最大量，输液完毕后继续给糖水洗胃。能做到吗？应该没有。可以。那就用这种办法，抓紧时间。好。你们2个去帮忙配药。药来了。
着急，这种有难度的穿刺必须反复试探、反复寻找，有的时候还得靠运气。你当我是你的？哥，我错了。学会了吗？再给我1年。来，咱俩小心点啊！来，这穿刺方式。慢点啊！注意人群，后面还有一辆。快，这边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老板这边，快啊！开了快走！要来这边快走！哎，还有人！2、1，来人呐！不要把我们送医院，快帮帮我！给我无弹，注意衣物。哎，这边，记一下。还有多久？大黄羊，我们处理群体事件的，你要看病去别处。我来当护工来了，当护工来了。护工，打工挣钱，还欠医院的医药费。真的。等一下。真的。这是我交来的，你那个给我吧。你负责。好，这个交给你了，发给患者们啊。好。患者家属外边啊。经理人，快帮忙！来了。再往上走。你还能坚持多久？我尽力。一定要稳住。去外面再叫个人进来。8床挂北栏。来，好好打。收拾东西，挂北栏。喂，再来的人，手术室那边急需1名医生。调查。哪来的？你去。我这没弄完呢。去你最能发挥的地方。这里交给我。人什么时候到？来了。怎么是你啊？这可是个力气活，这根钢筋足足有10多斤重，这男的都扛不住，你能行吗？你瞧不起谁呢？我来。有时间看我，不如赶快缝合。缝合1公分，我拔1公分。慢慢来，还有时间。
对，美兰越多越好，现在就要。哎呀，时间来不及的。哎呀，帮忙想想办法呀，拜托了。好的，我等你信儿啊。院长，附近的医院我都打过电话了，他们也在接收病人，美兰也不够。院长，美兰彻底没了。我知道了，快忙去吧。你们到底能不能治啊？要什么时候能送到啊？急着赶紧换医院吧！到底什么时候送到啊？大家请安静，请听我说。快来看看！大家请安静，我是这个医院的院长。大家听我说。我是这家医院的院长。现在情况是这样的：从药厂调的那批美兰，确实因为路途遥远，再加上堵车，没能马上送得到。但是，我刚才已经给附近的各位兄弟医院打了电话，他们会立刻挪送一部分美兰过来救急，所以美兰不会短缺，请大家放心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还在跟死神赛跑，所以请大家专心救治。好吗？美兰不会短缺，好不好？一定会救你们的，放心，放心，放心吧。很快，很快。哎，如果那批药还没有到的话，后面的人就安排转院吧，但是不要给其他患者造成恐慌。知道了。这边来人帮我一下。来了，这边，慢点抬，没事。后面还有一个。苏院长，您要的医疗物资到了，大量的美兰。太好了，感谢。来，分发一下，美兰到了。佛兄们辛苦了。手僵了吧？快做拉伸。准备关腹，温盐水，吸。好。伤口极深，需要装一个引流管。来，给我。可以关腹了。我来。海城连个自动降温红细胞机器都没有，到现在还有人工武学。这一点，我们和曼欧确实没法比。不过，我们还是把人给救活了。那还不是因为我来得及时。谢谢你。
见。我手速不够快，所以练习魔方做强化训练。我26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，战胜了200个竞争对手，成为了曼欧的实习生。见。而我这次回来，就是为了战胜你。你会做到的。傅远，这有我。李人，李人，对不起，你从小就想当医生，连过家家都是给洋娃娃打针。我看在眼里，没在心里。我觉得自己后继有人了。直到我伤了手。那一刻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内疚和自责。医学不同于其他的学科，当医生要拿刀、拿针、拿锯子的，每天面对的全是病菌，感染的几率最高。那天我就觉得是老天爷在给我一个小小的提醒和警告。他告诉我，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女儿学医。况且，我自己当医生这么多年，我深知这个行业的艰辛，太辛苦，太累了。我就对自己说，老林，你得让自己的女儿生活的轻松一点儿。我真的就是这么想的。可是你多倔呀！越不让你干的事情，你越要干。你甚至瞒着我和你的妈妈，自己偷偷的报考了医学院。那还不是被你们发现了，然后就擅自改了我的志愿。如果不是老师再跟我确认一遍，我人生都被你们毁了。擅自更改你的高考志愿，后来又阻挠你出国，不断的打压你、讽刺你，还说了那么多不该说的话。真对不起你。李渊，我今天其实就想跟你说一句话。林医生，你真的很棒。
就算你这么说，我也不甘心。我一个人在外面10年了。这是我在证明我自己，我可以成为最好的外科医生。但你缺少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。郑医生，这不就是你来海城的目的吗？林渊，海医大普外科毕业后考入哈佛医学院，读博期间因为成绩优秀，被邀请进入曼欧实习，拥有丰富的肝移植、肾移植手术经验。我接下来要做连体婴分离术，需要一个和我同时分离肝脏的主刀。这台手术非常困难，但我觉得你能胜任，所以要不要加入我的团队？你可以再考虑考虑。我愿意。我要参加连体婴分离术，我还要参加以后很多的手术。我要证明，我可以当最好的外科医生。就像土壤抓着根的期盼，脱下白色光环，它也说平凡，在彼此的眼神间。郑医生，有一个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坏消息，苏云呢，把你所有布置的任务都完成了。这是坏消息。当然啊，他趁你走的这会儿功夫呢，把所有中毒患者都处理好了，一个也没给你留。那好消息呢？他晕过去了。谢小姐，您看我这活都已经干完了，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回家了？抢救呢虽然已经结束了，但是还有后续的治疗啊，你得留下来照顾。我得回去照顾我老娘了。你放心，我早就拜托你的邻居替你看着呢。哎，那咋能行了呢？我也是个病人呢，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。那不正好吗？万一要是你有什么意外，及时抢救。走吧，走吧。云哥刚晕倒了，刚给他劲推了20毫升高糖。能穿破艰难。我想做手术。是。会的，一定会有机会。